上集咱们聊了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的故事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中秋故事里的温情与深意了？这集咱们接着说另外两个有意思的传说，可爱的玉兔捣药和充满奇幻色彩的玄宗游月。最后再聊聊这些中秋故事整体藏着的文化意义，让大家对中秋的理解更透彻。先来说玉兔捣药，这个故事里的主角特别讨喜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，都喜欢这只住在月宫里的小兔子。传说在月亮上，除了嫦娥和一直在砍树的吴刚，还有一只雪白的兔子，大家都叫它玉兔。这只兔子浑身的毛像雪一样白，没有一点杂色，眼睛红红的，像两颗亮晶晶的红宝石，特别灵动。它每天都待在月宫里的一张石质捣药台前，手里拿着一根玉杵，不停地倒着药臼里的东西。那它到底在捣什么药呢？关于玉兔的来历，也有好几个说法。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，玉兔原本是凡间的一只兔子，特别善良。有一次，一只老鹰追着一只鸽子，鸽子躲到了兔子身边求救。兔子看着鸽子可怜，就想保护它。老鹰说：“我饿了，要么我吃鸽子，要么我吃你，你选一个。”兔子为了救鸽子，就主动跳到了火里，牺牲了自己。这件事被天上的神仙看到了，神仙觉得兔子特别善良，就把它接到了月亮上，让它成为玉兔，和嫦娥作伴，还让它导致长生不老药，希望它的善良能给更多人带来福气。还有一个说法和嫦娥奔月有关，说嫦娥飞到月亮上之后，一个人在月宫里特别孤单，玉皇大帝就派了一只兔子去陪她。这只兔子不仅能陪嫦娥说话解闷，还会捣药。它捣的药不是长生不老药，而是能治疗人间疾病的药。每当人间有人生病，玉兔就会加快捣药的速度，然后通过月亮的光芒，把药的灵气传到人间，帮助人们恢复健康。所以过去很多人中秋祭拜月亮的时候，也会祈求玉兔能带来健康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，都希望玉兔能保佑家人平安无病。现在我们看到的中秋节元素里，玉兔的形象特别多，比如月饼上会印玉兔的图案，灯笼会做成玉兔的样子，还有很多中秋饰品也是玉兔造型。这些可爱的形象不仅让中秋节多了一份童趣，也让善良、守护这些美好的品质通过故事传递给了一代又一代人。除了这三个最经典的故事，还有一个和中秋节有关的故事，叫玄宗游月。这个故事和唐朝的唐玄宗有关，带着点奇幻色彩。传说有一年中秋节，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赏月，看着圆圆的月亮，他突然说：“我真想飞到月亮上去看看，不知道月宫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”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是玩笑话，可没想到有个叫罗公远的道士说：“陛下要是想登月，